OK， 好，我们就进入今天第一个系列，是关于自我认知和自信吧。如果我们来认定自我认知这个部分呢，可能很多朋友会认为说，啊，你每次讲到自我认知，我不太知道你在说什么东西。OK， 那我就来举一个例子。好，你们来听一下这个录音。老师，我今天的声音哑了，你听得出来吗？现在我的说话嗓子特别的紧。OK， 这是我一个学生他的一个作业。当他觉得自己嗓音哑了的时候，他需要录给我，让我听一下他哑的时候是什么感觉。其实我有一部分的学生，并不是学唱歌的，他是专门来学发声，或者说修正他们的声音，来改变他们现在说话的时候遇到的困难。你千万不要觉得好奇哦，因为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，我在做一些论文资料搜索的时候，其实每一年，我们只是说北美的一些系统，那当然中国我曾经在那里工作，我也知道他们的一个比例，就是教师有咽喉炎的比例是非常非常高的，这是其一。其二，声音到后来折损、苍老的疲劳的程度比例也很高。那当然，如果各位朋友如果有兴趣要数据的话，那我可能要翻我的论文了，因为我已经有点忘记了。那其次一个关于在使用声音当中觉得困扰的、不舒适的，那又是一个部分。其实唱歌只是很小的一个部分。现在大部分的人并没有意识到，他们声音在说话的时候遇到了问题。那有几个部分，刚才我说到的是教师的部分和就是使用声音工作者，还有就是青少年的部分，因为他们现在因为时代的变化，常用网络，他们的说话的概率减低，在成长期他们缺失了这个部分，可是来到工作的时候，他们就不擅长了。再来，那就是年长的部分，因为他们的声音就变得非常的大，有些人说他们耳背。有些人说他们是因为控制不住肌肉，说话非常大声，那导致很多人就觉得好难沟通啊，怎么说话是这样啊，这么粗，哎呀这么大声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来了解的第一个部分就是自我认知了。那很多朋友应该现在就明白了，什么叫自我认知，就是在语言当中，在说话当中，声音是我们主要传递信息的一个途径。好，问题来了，你觉得你的声音传递出去了吗？或者说，你觉得你想要说的信息传递出去了吗？或者说，你觉得你说完之后，别人给你的回馈，他们明白了吗？所以，当你有这样的一个困惑的时候，或者说你从来没有去思考，那你在生活当中，你会不自觉的变大声。什么叫变大声？说话很用力，因为你很想用声音将你的信息给传递出去。这就是我刚才其中一个学生，他在上班过程当中，他每一天都会哑，他每一天嗓子都觉得受不了了。其实我听过来之后，刚才那样的音质，它并不算嗓子哑了，而是什么？他应该是说话的时候肌肉都过于紧张，太用力了。什么呢？就是他白天说话的时候，他的力量是 over 的，过多了，使得肌肉紧张、酸胀，压缩了自己，让自己觉得太累了。受不了了，什么意思呢？就好像你跳绳，跳，哇，这手臂酸，受不了了，摇不动了，好，你就停了。它就是过度用力，用错了肌肉，导致他说话不能够出去。那他不能出去了之后，他就觉得你们听不见啊。有一天我就问他了，你觉得你现在的声音够大吗？他说，我觉得刚好啊，我这样说你就能听得见啊。我说，那我告诉你我的感受，那就是太大了，你没有必要这么大声说话。他非常的诧异，我觉得他声音大。他说，难道我耳背了吗？
哦，也有可能，那这个就是另外一个部分。所以无论是中年的、年长的还是年轻的，我不太建议你们用耳机，因为耳机长时间戴下去之后，对你的耳朵是有磨损的，以至于你会慢慢的对一些细微的声音不够敏感，你就会不自觉的干嘛？越调越大声，然后你说话就会越来越大声，直到失去了你本来情感里面的意思。那我们在传递信息的时候，不只是要传递我们要说的那些时间、地点、重要的内容，当然我们还传递了我们的情感、我们的想法、我们的 idea、我们的兴奋、我们的情绪。如果你想想看，你的音量一直是一样的，那和 Roberts 不是一样了吗？就好像我们的导航一样，是前方右转，21号，你的目的地到了。你一听就知道，哦，机器人嘛。可是人的情感就是什么？哎，前方右转我们就到嘞。你看，到嘞，里面有快乐，有喜悦，有你想要传递的信息，是 positive 的，是正面的。那你有传递出去吗 ？OK， 另外第二点，就是当你在说话过程当中，你一直说，没有暂停。我给你们听一个例子哦。当然，我这只是一个室外的录音，可能会听得不清晰，但我们可以明显的听到这个外国人他在说话的时候，他没有任何的间断，他是保持一直说，直到他没气的时候，他就会压嗓子、压气泡音，然后把那几个字完全吐完，然后还会干嘛？吸气，突然又开始这样说话。所以像他这样的一个特例是什么呢？在说话当中会给别人造成一个强烈的压迫感。什么叫压迫感？就是还没说完，哦，说完了，还没说完。什么？当我长期听这样的声音之后，我会不自觉的我想屏蔽它；二，我会觉得很辛苦。所以在他传递他的信息之前，他已经干嘛？出现了2个阻拦：屏蔽和辛苦。那长久下来，他在各种各样的谈论当中，可能并不是那个具备有说服力的人，或者说他的沟通当中，他的位置并不能够让他提升到 improve 到更重要的角色，成为一个更有领导力、更广泛的一个人。所以声音对人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。你可以透过这样的课程去了解一下、诊断一下你是不是有这2个问题。当你自己在不自觉当中传递信息的效果不那么强烈的时候，你会开始失去自信。什么意思呢？你就会开始慢慢的习惯可能你可以提建议，但你习惯了不被人接纳，或者说你可以说话，但你习惯了你并不是那个领导的人，或者说你在说话的过程中你很想表达，可是你会觉得他很辛苦，甚至你有时候听自己的声音的时候觉得哇，为什么我会常常进入一个疲惫的状态？那你就会不愿意说那么多的话。像我的学生一样，他会有点着急，因为他每一天都哑，他的工作是以谈判为主，那他每一天都哑，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？他会觉得是不是明天我就说不出话了吗？他会有一个淡淡的恐惧在里面。他在进一步沟通的时候，他的同事常常给他回馈是，你太大声了。他给我的回馈是，我不知道我声音该多大声，我不懂。好了，那么今天如何的提高自我的认知的信息，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。那么现在我会给你一点点方法，让你去提高这样的认知。首先第一个，当然是你可以录下自己的声音，去听一下你是不是对此满意。其次，你可以透过跟你的朋友来了解他们听你声音的时候音量大小声如何。当然，我觉得最好的就是问你自己，你在说话的时候，你是不是期待别人的回馈呢？你是不是根本就不期待别人的回馈呢？
还是说你提意见的时候总是轻描淡写？你在想，他根本就不会接受，反正我就是说一下而已。不要这样子，因为在我们的课程当中，我们会帮助你成为一个能够表达、能够正确传递信息的人。因为在那以后，你就会想，只要我说，他就会做。或者你根本就是一个充满自信的人，因为你知道这就是一个好的 idea、好的想法、好的建议，我给出来了，你就会接受。是不是很期待有这样的声音呢？好，就来期待我们接下来这个系列当中其他的课程。我会在每一节课当中放一些小小的练习在里面，帮助到你们认识自己的声音。相信我，和 NONO 一起学正确的发声方法，我们一步一步的来改变自己，改变你生活，然后增加你的机会。好，祝你一天都愉快。我们就到这里了，记得喜欢我的就请你关注我的平台，点亮我的小铃铛，拜。